好，那么刚刚在谈这个美国商会关心这个电的问题哦，我突然想补充一下啊，就赖清德现在到底想干什么？讲清楚。他现在又说，也是什么在这个条件那个条件下，似乎也可以考虑核能，但是呢，他的国发会主委说，我们到2030电都没问题啊。那电到底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呢？有问题，不对？那你不是说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你不是现在就很好吗？你能发现哈，我们知道有问题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认为说，以前过去这段时间决策是错的，害台电赔那么多钱，害中油赔那么多钱，所以我现在要改变，就大胆讲出来嘛。扭扭捏捏，又怕那些反核人反对你，又怕这个民进党原来传统支持者反对你，然后又觉得现在电不够用，然后又电太贵，那你到底要怎样？你这个也想讨好，那个也想讨好，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讲清楚你到底要怎样嘛？好不好？卢秀燕回来了，结束10天的访欧行程。最近他们这个一马心动了哈，韩国也马上要去美国，6月21好像要去礼拜天晚上。侯友宜其实也在美国。对侯友宜其实在美国因为我上礼拜刚到通电话，他说要出国，我听说在美国。然后呢，只是侯友宜比较低调。然后呢，卢秀燕从美国回来到欧洲去，那郑丽文刚从美国回来所以呢，这个卢秀燕说他在欧洲已经见到想见的人了。据侧面消息说，给他的规格跟当时给蔡英文是一样的，都可以见到那些人那就人家把他当成总统候选人的规格了那另外呢，他也说走得出去，也见得到想见的人是很重要，所以他昨天特别强调，赖清德应该感谢大家嘛。你赖清德，你总统很忙而且可能因为总统的这个身份，所以很多地方受到限制。那这些不同的县市长的愿意出去是好事情啊，等于帮中华民国走出去，帮台湾走出去，能见度提高嘛，对不对？那你应该感谢才对啊，怎么一副好像限制这个限制那个不爽的这个情况呢所以他就说每次出访都是为台湾拓展外交空间嘛。更何况赖清德的确连去一个我刚讲去一个史瓦蒂尼都搞那么困难，怎么搞成这样子呢？那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国际友人越多越好嘛。就是说不要限制了。那有一个协会，大家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叫做复数票协会，它推广很多年。它干嘛呢？它就是希望说呢，选举的时候不止投正的，还可以投负的。我不喜欢也要投你，喜欢要投你。意思就是仇恨值其实越低越好了，这样的确是因为台湾现在选举仇恨值很高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爱这个人他什么都是对的，什么缺点都看不到了都好到不得了。恨这个人就恨他什么优点都是错的，然后是希望他死了算了政治需要搞成这个样子吗？就现在台湾就变成这样。所以呢，他认为说如果有这个负数票的话，大家就会想办法把这个负数票降低。对，支持我30%，讨厌我也30%，政府一相抵，我这0%的票了，所以就政治可能会比较这个往中间发展好，那他现在说他委托了风传媒做调查，如果是2028年是赖清德跟卢秀燕现在明天就投票，赖清德37.7%，卢秀燕31%，所以赖清德还是赢卢秀燕6.7%，柯文哲有7.5%那不投票跟投废票6.1%，然后呢不知道，现在不告诉你17.7%。那如果有负数投票的话，正减负，赖清德的正票29，负数有16.3%。你看赖清德仇恨值是很高的，讨厌他人很多。卢秀燕呢，虽然他的票19.3%，比赖清德少，但是他的负数票只有1.6%。就卢秀燕因为卢妈妈嘛这个笑嘻嘻的就是很温和这个市政做的也不错，所以大家没有那么讨厌他。柯文哲正票5.2，负有负10.3，所以柯文哲的负数票也不少。不投票4.1，没有明确回答14.5，就是这个减少了没有明确回答跟负数票减少了。那这个张会长他的创办人就说，他说如果有负数票的话，整体的表态率从76.2提升到81.4，而且原来这个沉默的放弃的这些选民他们的表态率，这个就是他愿意出来反对谁提高很多这个，所以呢他的没有明确表态的有63.9%出来反对赖清德，不赞成。不过说回来，我觉得你现在要推广这个制度太难了啦。赖清德怎么会同意你嘛？不可能。赖清德都看着他就不同意了，本来还想说也许不错，就不会同意了。我们看一下，在国际上的友人越多越好，
那么也因此，我希望每一次的出访包括这次的欧洲，或是今年3月的美国，甚至之前的日本或者新加坡，都是希望我们在国际上能够交更多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要能够而且要见到想见的人。那基本上我们这次所设定想要拜访的都有达成目标。那于轩秘书长，因为第一个台湾话常讲“人讲讲袂听，鬼看口讲讲”。其实赖清德总统显示的就是这样。你跟他讲，我觉得他的脑筋并没有坏到，他并不是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比较没那么好。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人的性格决定命运，就从刚刚董哥讲的那个核能开始，用电这件事情开始。我相信他用童子贤去当新境界智库的副董事长，就已经准备要在这个能源的这个发电上面要重启核能了。可是偏偏呢，做出来就是一副准备要对干的样子。我公开讲过，民进党这执政这快12年了嘛，如果阿扁不要算，老实不客气讲，太阳能就是被你们民进党搞坏的啊。前8年在吃太阳能板嘛。为什么会讲说你后4年、后8年是不是要准备要吃军购了？怎么会搞成这样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很强烈的既视感。我刚刚大家回来讲，刚刚在大家讲说中华邮政的那个转储拿去补贴台电，董哥应该还记得，不远19年前，当阳信快要倒闭的时候，邱毅人指挥中华邮政在1天之内赶快扛了100亿进去阳信。迄个标回要被兜回啊，讲利息剩他管，现在他管的钱进去了，所以我要公开跟全国国人讲，这钱还存邮局的，我都觉得我歘还再来借钱不用还吗？我请问你啊，你这个3000亿去要哪样？那借几遍还，是讲咱借来借钱的吧，对吧？选举要搞借几遍还到，对吧？所以我觉得拉回来讲，台湾的仇恨其实最严重是从赖总统开始。他凡事对着干嘛？就以出国这个大家出访来讲，你说政治上会不会有什么盘算？当然会有啊，你可以有，别人不可以有吗？有盘算都很正常。但是坦白讲，从来没有看过有个总统叫你给他等交啊多，就除了赖清德，你找无第2家分号，仅此一家，都跟他一起做案呢。从刚刚我们一路讨论的这些主题，都只挂着一件事情，他就是见不得人家好嘛。请问劳青，你现场是犯什么法？那个叫违反影音合作，我伫台湾拢样我推销凤梨世家，我违反陆委会什么规定，对吧？这个是很奇怪嘛。再来，台湾人常讲无较劳你来啊，你转世改找得到第2个国家是可以卖95%的，有无？那有我输你啊，总统英明啊，对不对？这个天子脚下都是皇城，那你就来照顾大家，不就这样就好了嘛？所以我觉得以现在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在野阵营只能加油，再更加油，拜访见缝插针吧。但是你说你要期待赖清德去改，我觉得很困难了。个性困难。好，先讲一下哈，还是要回到这个事实来看哈。今年2022年1月的时候，台大的这个社会系何明修教授跟中研院社会所博士黄俊豪博士研究整个绿能犯罪这8年来的情况哈，他做了各政党跟地方中央层级的这个分析完之后，国民党党籍的是4位，民进党党籍2位，无党籍10几位。这是一个结论了哈，所以这个都是有司法统计的数据，所以我想他这个结论并不是要责怪哪一个政党，而是说本来就是盘根错节，一个新的新兴事业出来的时候，大家在制度还未齐全的时候，本来就会八仙过海，各自想办法。那深威能源其实也常被绿营的拿来讲哈，它的背景其实也不是那么绿，大家都知道它就是郭台铭的这个兄弟郭台强他去经营的一个公司嘛，所以当然回到这个，我就有一个蛮认同，就是政策的稳定性很重要。如果说像绿能政策在前几年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是一片向好，连蓝营的这么多也进来投资，就到现在政策不稳定，那开始就下滑甚至下市的情况，我想这个受伤的还是一般老百姓了哈。那回到核能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说2014年的时候核能还有18%，那今天其实太阳不太好，但是太阳能兼风能加起来也是18%，也是刚好就是这个数字。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能源的架构上，我觉得的确。中央政府到底要怎么讲清楚？是因为其实现在世代变化太快了。我回去看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油价的变化的时候，其实
那时候为什么蔡英文的时候，这个执政时期台电还能有盈余的原因，是油价其实那时候真的相对低点。结果现在一震荡之后，我们好像那个耐受力会比较差。我们在讲国家韧性的时候，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就出现说，为什么会油价一震荡，好像我们就开始面临这种风险？尤其是现在台湾正在风头浪上，要讲 AI 的时候，我自己去处理了一些案件的时候，我觉得压力很大。为什么？大家都要电，到处要电，台北市也是一样。好，甚至是说，即使电发足够了，这个备载的这个率，还有20几%，可是问题是送不进去。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完全只有电力这件事情，还是说整个台湾的这种电力的架构、电网的架构都要去更新？我觉得还是要比较宏观去看所以如果说只讲说，好像这个3000几亿、8000亿就是要去买电，我觉得不是那么单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像小地方，我们单纯因为人口增加就跳电，为什么？因为整个电力系统是老旧的嘛。这没有办法，以前是20万人，现在突然40万人，没有办法去更新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的确政策的稳定性，在能源的政策上的稳定性，我认为相信整个市场的机制是能够去支撑这个东西的。所以我其实一直以前在讲说，不很欢迎啦，其实应该电业的这个自由化以后，应该也要把核电自由化让愿意投资的厂商进来，真的有能力做你就做嘛。尤其是小型的模组，现在大家都这么期待，美国上市公司这么多，是不是台湾也应该做这样的机制，让那些成本让整个市场去分担，而不是直接用政府的政策来主导一切。我觉得2026的地方政府选举都还没有，大家都已经讨论在2028的总统选举，因为大家就很清楚，赖清德他目前上任2年多来，他太多的政策让大家真是雾里看花。以刚刚核电来去说的话，我曾经问过之前的这个经济部长郭志辉，台湾到底未来要发展 AI 需要多少的算力？他说我们台湾的电只能够在这个6座的算力，但是以我们 AI 整个的拓展来说，我们需要10座。那剩下这4座怎么办？可能会受到的影响。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赖总统他或许已经体认到这个问题，他必须要让他自己有政绩，但是他又受限于民进党过去的一个审组牌。所以说，你看他在核管法的部分，因为他是我们审，我们很清楚，但是他并没有跟他下面的人去沟通。所以我们在审核管法的时候，是下面的民进党的立委，每个人就是说你这是卖国，你到底怎么样？你把你这个核废料放到你们家如何？突然一转变，那一转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自圆其说，然后呢就告诉我们，就说核管法通过是因为核3为什么要再重启，是因为我们立法院教文通过的核管法。他们每次就在这个条文上面去做文章，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就像刚刚赵大哥所提到的，你既然已经完全打从心里认为台湾如果产业要发展需要核能，那你又在这个法令上面不断在做文字上面的一个曲解，让你下面的这些的立法委员不晓得怎么样跟上你的这个速度。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如果没有办法一致的话，那我想这次大家来讨论这个所谓的总统，就是因为大家已经反映出来，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可以未来能够在执政上面能够更稳定的特质的这个部分，这才是今天讨论复数选举里面大家讨论这件事情的最大的一个意义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副总统萧美琴前天这个宣布他们要提名29个人来这个担任监委了监委就29个名额嘛29个。那提出来以后呢，大概先问说国民党的谢胜达跟廖婉如这2个是怎么提的呢？说有没有经过政党协商呢？说没有，他就提了，这很奇怪啊。这种事照理应该经过政党协商啊，那民众党一个都没有。理由是说，因为那个预备当监察院长这个陈永兴医生呢，跟柯文哲很熟，就他们自己一定的没问题，这也很奇怪啊。政党协商，这一定要有政党协商这种事情嘛？这是政党之间的问题，不是个别我从挖几个，不是这样的问题嘛？那你赖清德不知道吗？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也做过立委啊，对不对？你当台南市长当那么久啊，你一定知道议会跟立法院的政党协商的这个过程嘛？那你什么意思呢？就宁愿监委不通过，是不是这意思？因为这样不会通过的蓝白怎么会通过呢？他不可能通过那你把这29个提出来，你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吃人家豆腐吗？对不对？那你到底要做什么？我一直不解，你赖清德你到底要做？你做一件事总有一个目的，总有一个方法嘛？那你到底要干嘛呢？这么重要的事情，5院之一的监察院直司锋线御史大夫包青天你就这样子搞，那你其他到底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我就会怀疑了。你如果这个是这样，那你其他到底怎么做的决策？你的想法到底怎么样？你的步骤怎么样？难怪搞成这样子嘛。今天如果台湾不是因为 AI 啊什么之类的，让你 GDP 能够提高，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成就？做了这么久，你知道做了什么？两岸有什么成就吗？国际有什么成就吗？内政有什么成就吗？打仗有什么成就吗？经济发展有什么成就吗？好吧，谢正达他现在婉拒提名了，因为他说他原来想尽一己之力啊，当个监委也好啊，结果呢，他也认同废监察院的主张，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哦。如果现在国民党认为是该废了，民众党应该废了，那现在是民进党啦。对不对？原来要修宪是很难的，这下子有什么困难呢？对不对？3党这个有志一同，说修就修了嘛，是最好的机会啊。对，好，那么廖婉如也说也婉拒了，所以这2个就蓝营就全面就这2个人嘛，都婉拒了嘛，那另外呢，总统府说了，没有修宪前，监察院还需要运作，监察院有职员啊，还在那边拿薪水啊。那职员怎么办呢？没有委员的职员怎么办？所以没有修宪，那就修宪不就好了吗？以前大家都担心，国民党里面的确以前有些人要维持法统啦，孙中山五权宪法啦，等等所以呢，国民党里面有不少弹头学者是反对的。那现在最好了，大家之前都这样想，蒋万安出来登高一呼，然后现在呢廖婉瑞跟着这个呼应，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就趁着机会，这是赖清德最好的机会，如果赖清德任内能够干这样的事情，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啊！真的以后人家检讨说，赖清德总统这个任内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个非监院，就是这个东西那要不要做那所以呢，因为监察院现在担心被废，所以最近弹劾纠正呢特别多，密度高到罕见。你们不要骂我们，我们有做事啊我们看一下。才被提名监察委员的新北市前副市长谢正达，当初因为侯家军入列，引发不少话题。如今不到1周，谢正达宣布婉拒提名。谢正达说，重建社会对监察院信任，尽一己之力是当初愿意接受提名的初衷。对于监察院废除，首次见到朝野各党有所共识，民意也大多表达同意。他也认同，因此婉拒提名，作为对立法院提出废除监察院宪法修正案的具体支持。而另一名监委提名人，也就是前国民党立委的廖婉如，也发声明表示，经过审慎思考之后，他决定婉拒监察委员的提名。尽管总统府充分理解，但是在制度尚未完成变革之前，现任机关仍需依法运作，国家治理也不能因此空转。他强调了，虽然尊重，但是遗憾两人的选择。肖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朝野在谁执政的时候态度是不一样的。那大家看到现在国民党因为蒋万安带头起来讲，先动监院，再把它废除，结果你在网络上不分蓝绿是一片响应啊。因为监察院这几年给大家印象是什么？就是让公务车载小狗去美容的然后监委去理发去看牙齿的这些东西，还有监察院长陈吉躺了那么久一直不辞，最后虽然辞了，可是那个负面的形象已经出来了，就觉得监察院都没有做什么事然后所有都是负面新闻。过去我们骂他，你不打老虎总要打苍蝇嘛，现在不打老虎也不打苍蝇，自己变苍蝇就看到的情况就这样。那今天所有的这些酬庸可以看到都是提得满满都提保。陈永兴是最奇怪的，陈永兴我记得过去我在跑新闻的时候，李登辉提名他选监委李登辉时代国民党过半没够现在既然变院长，那就让我想起了，其实国民党在那个在野的时代，阿扁提名了张建邦当院长，同样的也不跟他审，因为立法院国民党跟亲民党过半数，那那时候就有3年监院完全没有监委还不是一样？所以你用这个看来，监察院其实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过去孙中山他有那个时代的背景那我们看到情况实际上，监察院真的该废除了。你今天这些酬庸也没有哪些人都是好，都是一些独派嘛，会死的法官但会死法官，新竹有个儿子是非常可恶，把家人8个人通通烧死，浇汽油。既然是废死，这种法官也被提名为监委，那你代表是什么？代表赖清德把过去我欠人情的，或者我认同的觉得不错，我通通一股脑，反正这些监委每个人领部长的薪水，每个月20万，还有查案或其他还有一些钱可以领。那这样都把它补满了以后，就好像开始在还人情了，就好像昨天又开始。
国策顾问又赶快把它补上去了，把那些人通通弄上去。那我现在好整以暇，我赖清德准备要搞我2028年的选举，就是这样的作用。是吧？其实过去拥护监察院最利的是国民党。好，因为五权宪法架构，然后过去呢，在这个国民党里面讨论怎么废除监院、废除考试院，是一个没办法谈的事情啊。只要一谈呢，这个传统派就会来做很多的反弹哦。但是我觉得，你看蒋万安提出来之后，我觉得基本上其实在国民党内部也是这个支持的声音很高。对，我觉得为什么？这是监察院自己把自己废了。因为不管大家过去对你监察院，不管你的出身如何，但总是期待你干点大事。查点大案，但是这几年表现，这10年表现，觉得就是政治办案，打蚊子，好，这不打老虎。然后呢，很多的事情呢就轻轻放过，然后过去查案的成绩也非常的贫乏空白。那所以大家民众会觉得说，我留着这个干嘛？留着我对你这个整肃关监也好，或者让这个整个的吏治比较好亲民也好，显然也没什么特别的帮助嘛。你靠的还是检察官去做这个检察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潮流之下，我觉得国民党党团就提案吧，我觉得就在内部就开始提案就是进行一个废除监察院相关的一个程序。那蒋万安是说先动再废，所以先动说这个人选就不让他审了啊，不让他审，然后就让第二步废除。但是我觉得提案的部分，我觉得国民党开始提案，而且寻求民众党的支持。当两党开始在提案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选举的议题，在总统大选的时候，那要公民复决，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要公民复决，然后那时候来去投票，看大家要不要把监察院继续留下来。没有，修宪是大事情了哈，就是五权宪法体制，其实在中华民国已经这么久了，我想这个要讨论的其实不只有这个监察院本身的功能而已，因为你假如说牵涉到后面整个修宪之后，它原来的这些功能到底怎么去分配？那而且大家还记得哈，我们一般主流是三权分立的话，那你考试院的权力又要怎么去处理哈？我觉得在运行很长一段时间，你说它没有功能，没有我觉得可以检讨，的确是如此，就是我们这些。在接受很多陈情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去监察院，可是我常常会说啊，监察院可能不是你首选哈。如果你要追求效率的话，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要怎么去均衡整个本来既有的机制，它还是要到一个合理的分配之后，才能够说啊，在这些刚哥讲的这些东西，还是有机关可以处理啊。你不能说我一废完就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去讨论配套的，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关键。好，所以如果要提案的时候，不是说只有说啊动或是废的问题，而是这些机能到底要怎么保留下来。我基本上了哈，孙中山120年前鼓吹革命，你是想120年前是什么的时代？女人还缠小脚哎，你在120清朝啊，他要鼓吹革命多么困难啊！什么革命民主，中国那些乡下人怎么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孙中山想了一招，他也蛮聪明的，其实在糊弄，在骗当时的民众。你要问我就是骗，怎么骗呢？就说我们民主。民主人家都是三权分立嘛，行政、立法、司法，哪有五权的？他自己发明的，哦，所以他就想说，中国人爱什么？爱考试、科举，爱什么？爱包青天，哦，虎头铡、狗头铡，哦，所以他就讲说，我的民主的以后，对不对？我就考试院继续举办科举，就是考试制度，然后我监察院每个都是包青天。问题是现在监察院出了哪几个包青天？你告诉我，对，谁是包青天？谁敢出来说我是包青天？谁敢讲？不敢。哦，所以那就是当时国父理想没有了嘛。所以三权，考试院并到行政院，监察院并到立法院，就这么简单。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说罗廷炜不审预算跑到日本去玩，哦，所以罗廷炜就很气，这事情吵了很久了。那罗廷炜呢就秀一个民进党的召集委员叫吴丽华，送了他一箱不知道什么东西哦，最近那个不知道芒果啊什么水果等不知道，他这边没写，其实有什么关系？送什么有什么关系呢？吴丽华委员送了一箱叉叉，觉得两间办公室合作有默契，但是被党团拿来操作。觉得拍摄就吴丽华对罗廷炜说：“我们本来都讲好了嘛，哦，你去我反正就是你去，然后我来主持，然后呢都讲好了，结果呢这个说被党团拿来操作哦，因为他们在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那被指控说他拖延审查预算，所以呢他今天秀给民进党当时的召集委员吴丽华办公室的截图
说这次议程时间兑换完全是事先跟吴丽华办公室充分协调、沟通共识后的安排，但是呢，持续一直被抹黑，说他拖延预算的审查。所以呢，他说这个上个礼拜五，吴丽华委员还特别表达对两间办公室合作的默契所以呢，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恶劣的政治操作那另外呢，当时他率团到日本考察学校的营养午餐，所以呢，议程被兑换，所以他认为说呢，政治可以有立场，不能没有事实嘛，立场是一回事，事实是一回事情那另外呢，这个看起来是芒果我是猜了说有送了芒果。说这有默契吴丽华反击，不要内部讯息自圆其说，这东西一公开以后就很麻烦那另外呢，他说警告罗廷伟，不要欺负我对你的善良，民进党召委吴丽华那另外呢，总预算经过292天没有完成审查，行政院说社会福利不应该变成政治算计下的牺牲品好，那么有6大社会福利、2大社会保险给付看一下。政党的委员打给我，我说你当召委，礼拜1办考察好不好？给我们好做事罗廷伟办考察罗廷伟薪水小偷，打电话来拜托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啦。被绿营号称七仙女立委扣帽子，召委罗廷伟上周才直球对决，如今继续被点名卡预算，罗廷伟不忍了，直接公布截图，秀出私下拜托的执政党立委是谁。讯息写下吴丽华办公室送来芒果，觉得两人合作有默契，却被党团拿来操作，很拍谢。罗廷伟强调议程时间交换，周一排考察都是吴丽华私下来沟通后拜托，并没有故意排考察不审预算。吴委员既然已经同意了，那绿营这几天铺天盖地的骂我恶意拖延，不就是证实了完全是政治的抹黑吗？预算我都有自己的 tempo， 也会排审。不用担心，警告罗廷伟委员，不要把你跟助理的对话截图搞得好像是我跟你的对话，请不要把自己没有排审预算的压力创造了一个鬼故事，甩锅给善意的立委同事。吴丽华强调，一开始会换召委时间，是因为罗廷伟要出访才会2周对调，加上又碰上全院委员会怕难提案，才会换6月10号、6月11号的召委。眼下双方持续各说各话，政院更发声，蓝白以拖延预算292天。8大社福今天总预算迟迟无法完成审议，都受到影响。拜年也进入防汛的重要的时期，很多民生建设跟安全工作都不能够再等。只是国民党团反击，防洪预算是经常性预算，按年度编列外，也有持续性的前瞻基础建设特别预算在进行。这些钱本来就不会影响到防灾，而且有一些治水是延续性的，这些都没有不能动用的状态，不但情绪勒索。还要恐吓朝野对于弱势的救助是有志一同。蓝营说会持续排审，但也喊话执政党把不附属的法案先落实。那这我先说了，刚刚谢龙介延续刚刚谢龙介所提到的，有关于社福、有关于人民非常紧急需要的，任何政党都不会去挡，因为每个人都对选票、都对选区有压力，不可能去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政院，特别是卫福部，有点情绪在做一个勒索。每一个委员都已经特别讲说，只要有需求，我们都会愿意来去做。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审查预算上面的一个坚持所以我真的觉得行政院每次下乡去做任何事情，说实在的，从过去到现在，每次告诉我们南部中心现在每个人都要到台北来办护照，结果过去1年有到台北来办护照吗？也是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过程，最后的结果大家人民都不会受到影响，这才是最主要的。那至于刚刚那个部分，我觉得罗廷伟他当初要去日本排这个所谓营养午餐去观摩的时候，他是发函给立法院所有的这个教文的委员会，那你如果要来就可以登记，然后都是自费，讲清楚是自费，然后国教署的署长也跟着过去，他也已经在质询台上公开说这完全是自费，所以有他的部分。那他因为要去日本，所以他就必须要跟另外一个召委吴丽华来做一个兑换的工作。那吴委员也是同意了，所以这个部分在排程的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出在罗委员他们。那个民进党他们就不断讲说，吴丽华他所负责的不管是教育还有其他的部分，教育部这个预算审查都已经完成了。那罗委员因为他会排很多的法案，包括他认为很重要的这个电竞法等等之类，所以反而对预算的审查他比较弄到后面。所以这个部分里面2个召委都没有问题。那至于这个对话来说呢，就我的理解来说，因为罗委员他已经被这些民进党委员不断的指控，他觉得
我明明就是有跟你说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指控我？所以他公布那个所谓的截图，可是那个截图就我们的理解，应该是这个吴委员的助理拿这个芒果到罗委员的办公室的时候，有跟他特别说，哦，对不起啊，我们这个彼此都有默契啊，那可能会被拿你们这样错作，我们表达一个所谓的很不好意思，是可能是吴委员的助理来去，然后罗委员的助理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把这件事告诉罗委员，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会造成一些乌龙，但是我还是强调，罗委员他去完全是根据这个他自己的招委的职责，完全把这个日期是已经跟吴委员已经说好，这个是毋庸置疑，所以不要在他说他是一个薪水小偷，今天我们也连续审查了。是国科会或是故宫都已经完成这样的一个审查了。那骂他干嘛了？为什么骂他？对啊，他就认为说你都不排，你要赶快把运动部啊、文化部赶快排啊。那问题是我们的会期到8月一定会排，只是每一个人在排案的顺序，你要尊重招委嘛。招委就认为说他的电竞法比什么都重要，他就认为很多地方比较重要啊。那我一定会审到你预算，那你干嘛说我是薪水小偷？而且我都跟你协调好了。不是，我到日本去哦。或者我排什么是一回事，但是既然我已经跟吴丽华调换了，对，那你吴丽华排就是啦。我没有跟他调换，就是你这个，比如说我3天不在，本来是这个礼拜是我，那我让你先当，对我跟你换1周嘛，就彼此都讲好了嘛。我懂了，换1周你就可以排了。对，但是每一个人在预算上面都有他自己负责的一个单位了。我懂了，就用这个事去骂罗廷伟，没有道理啦，没有意思。这个立法院同事，除非他犯了重大错误，你讲他干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太大道理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蒋万安、沈伯洋选台北市长。蒋万安呢到新加坡去呢拿到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特别奖，所以他要发表演讲。他说呢，台北的文化像是火锅，辣、鲜、香，各种食材在这边完美融合所以呢，这个市长呢就让维持这个火锅的热度，让大家能够在里面融合那所以呢，这个蒋万安就发表这样的一个演讲，沈伯洋就笑他。说在讲是什么火锅？他说串边串边才清新，所以呢，台北是一个像串边一样是要清新的这个那另外呢，艺人张孝全出席新戏首映会，媒体就问了，说沈伯洋剪了头发以后很像张孝全，张孝全听了以后呢，现场气氛跟表情显得很微妙，没有回答之后，你怎么回答呢？你回答像也好，你回答不像也好，都会被骂所以干脆不讲话，是聪明的，不讲话笑一笑最聪明的那沈伯洋说呢，这个看到张孝全满脸问号，我也满脸问号我已经明显没有蒋万安帅，他承认但是呢，大家继续在讨论这一点，我的劣势会变得非常明显，拜托大家关心市政，不要关心我沈伯洋长得像什么，一下说长得像这个，一下说长得像那个好，主要的是公共政策，因为内湖常常塞，因为我们现在在露营，对不对？现在下雨又出去又下雨，尤其到了周末，那简直刚要出去半个钟头都出不去，真的是这样子那这个所以呢，这个沈伯洋就是说，如果住在内湖就不会塞车了。住在内湖怎么会塞车？你不用出去了，在内湖里面转转就好了。住在内湖也会塞，但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它很多路都塞嘛那另外呢，沈伯洋就说怎么样解决内湖的交通黑暗？怎么样解决呢？住公合一，住在内湖就好。其实不只是内湖，任何地方你住的地方跟你工作的地方在一起，那就不塞了，对不对？整个交通就疏散很多了甚至有些还住在新北到台北市来上班。还有住在台北到新北上班，甚至还有反正就是还有住在台北跑到台中上班都有嘛。这个北基桃甚至其他地方都变成这个有可能住在那里上班嘛所以呢，沈伯洋竞选办公室就说乱讲，我们不这个意思。你也知道我们的发言，我们没讲说诸公合一那媒体当然就说游淑慧就问了，说市政不是讲空话，你是不只是不了解内湖，对不对？你是讲什么住在内湖？而且内湖房价也不便宜啦。现在内湖房价很贵了所以呢，这个陈冠安就是国民党内湖南港市议员参选叫陈冠安，说民进党一直在跳票，
对不对？有脸还用这个来当挡箭牌？你们不是说要盖社会住宅吗？那沈伯洋说盖社会住宅就会解决内湖塞车，在内湖多盖房就好了，都给我住在内湖就不会塞车了哦。所以呢，他们就说李四川就说沈伯洋不懂市政跟房价，问苏巧慧说你认同沈伯洋的讲法吗？住在内湖，内湖就不会塞了，因为大家住在内湖就好了。苏巧慧，你认同吗？哦。那所以呢，联合报的这个评论就是说，沈伯洋对北市房价认知恐怕仅限5分埔，但我不了解，5分埔房价也不便宜啊。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沈伯洋他的家族在5分埔哦，所以大概有一些这个大地主家族出身5分埔，所以大概他只知道5分埔，其他地方都不知道。我们看一下。台北的文化就像台湾火锅，台北上蒋万安到新加坡领奖，用火锅的辣鲜香比喻各种食材完美融合。但民进党对手沈伯洋改用剉冰来比喻，像是常见的配料芋圆和地瓜圆，是各式各样的人 Q 在一起，代表市民的韧性。台北既然是一个盆地，那就像那个冰就像高起来的这个山，那你黑糖蜜流下来，其实就像我们的河流。说真的我就像我自己而已了。对市长的选举，我就已经很明显没有蒋万安帅了笑回自己被说像张孝全，同样和艺人都很问号，不谈外表，市政才是重要。但沈伯洋日前针对内湖交通噩梦怎么解决，提出让内湖住宅可以容纳在这边工作的人，直接住到工作的地方，让大家更愿意搬到内湖，就被主持人打断。可是内湖房价很贵，引发质疑和批评，何不食肉糜？但沈伯洋回击是被抹黑，他们就直接造谣讲说，我回了一句这个我没有想到，我根本就没有讲这句话，我根本也没有要讲助攻合一，助攻合一也是他们自己塞到我的嘴巴里面。强调当时在节目上提出5层解方，包含工时错开，同时规划婚育宅、科技宅，但这解释蓝营在开酸，因为之前沈委员告诉我们休息时间要对齐，现在又告诉我们工作时间要错开。请问是要对齐还是错开？沈伯洋抛出的内湖交通解方，引发各种联想，似乎还是令人雾里看花。不过沈伯洋的确是话题性很高了，对呀，每天他反正讲什么，大家都在讨论他所以民进党呢，当时呢找不到人来选台北市长，那推出沈伯洋呢，也有他的道理，就至少能见度很高。选举最怕人家不讨论你，讨论你从某个角度看都比不讨论好了只是。搞久了以后，但到底会选你的公共政策到底是什么？你台北市政到底有多少了解？来，朋友，特别其实新北市特别有感，因为新北市到台北市上班人太多了，连我们新庄都有一条直接跳蛙公车到内湖，就为了送我们那边的居民到内湖上班。那很多人还一直拜托我们说，能不能加开这种公车的原因，是因为根本就挤不上去。变成他们转乘的需求非常非常大，所以其实我们在谈这些什么，包含什么生活时间对齐等等之类，其实我们很在乎，就像我这个年纪的，我们大概就是希望能够尽量在地就业在地生养在地教育等等之类。但因为毕竟来说，就台北跟新北这种关系，其实已经发展了上百年。就是台北是作为政经的中心，然后的新北作为这个周边的聚落，有生产的聚落，有各式各样服务等等的这种条件，所以中间的交通本来就很频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怎么再去把它回到，就是说，我们尽量把中间这个摩擦，把这个交通的成本降低之后，让大家尽量有足够的空间。像譬如说，有很多人来跟我讲，我们就这个同事以前住在我们新庄，跑到台士林去上班。他每天来回2个小时，他说他后来受不了，所以他只好回到新庄到我这边来上班。我就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他在地上班之后，他减少了2个小时的时间，他可以多休息，他可以陪家人，他可以等等之类。我觉得这个是当初他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一个观念。那可是你在产业上你很难说，我搬就搬嘛。所以在整个双北的，譬如说土地利用上或公共设施上，是不是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做一个思考？应该是当初我们在提出这个政见的时候的核心的观念了不是单纯就说我直接就说内湖我这边要盖房子可以。当然如果可以做到是一件好事情。譬如说社会住宅，当然的确过去在社会住宅上有很多考量点，譬如说台北市的土地这么贵，我盖社会住宅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公平的效果？还是说我有其他的公共设施来改善这样的交通？我昨天也去一个这个内湖科技园区的一个办公大楼，整个大楼它的一个园区里面几千人在上班，路很小条，每次一下班哇，那个排公车的人
排的非常非常的长，里面的人在说啊，这个当初在开发的时候，其实可能没有想得很清楚，它必须周边的这种配套是不是足够哈。所以我们在讲的东西，就慢慢的把这些过去可能思考的不是那么完整的这种开发的模式，或者说我们去参考外国的模式，很适合美国的情况，但其实不见得适合台北，不见得适合双北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还是回到公共政来讲的话，是朝这个方向来前进的。不过我顺便回应一下，就是说，因为什么样？他在这段时间形象改变蛮多的，所以很多粉丝会去讲说啊，长得像谁，长得像谁。我觉得这个其实本来就不是那么重要。包含其实蒋市长讲那个火锅的然后那个什么样讲剉冰。昨天我们在讨论这一题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不能乱讲，就是大家都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啦。你讲火锅，你也不能讲它的坏话你喜欢火锅的人也很多啊。那讲剉冰，大家是自己的想象不同的差别而已，你不能说啊讲这个就对，讲那个就错。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是蛮良性的一个竞争啦，就不是说啊这个讲的就一定错。那我们这比较讲万安的是因为他的稿子一路以来始终如一，好几年都一直用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比较没看到他那个创新的那一面。那我觉得在面对新的世代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更创新的想法，能够来让民众说，真的确，即便他要连任的，但是他还是一个未来世代的领导人的这种角度去观看的话，我觉得他会给大家比较多的信心的。还有就用，我觉得大概是这样沈伯洋委员是这样勇气可嘉了但是他无论内湖的这个交通或住宅问题恐怕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场有张世刚议员在其实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其实柯文哲市长在市长任内，他已经多次讲过，他说早期的这个都市计划从轻工业区到那个内湖科技园区，在以2022年那个时候的基准，等于是日间人口这个白天15万人进，晚上15万人出。所以两件事情就是恐怕这个沈伯洋委员黑熊委员要去了解你这样谈真的是会让大家觉得你是慢了慢。为什么呢？两件事，一个是捷运的这个东环段，环状路网的东环段；第二个是其实柯文哲任内总共在内湖跟南港有7处的社宅开工，这里面包含瑞光、行善、旧中、东明、南港机场社宅、玉成、小湾，这4个应该非常清楚。所以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个整体的规划，然后不用幻想这件事情1、2、3会变好。好，这个要替历任的市长讲个公道话。好，就是说它一定是一棒接一棒，然后呢才能够渐次的把这些内湖或南港这些大量人口进出的问题解决。所以奉劝沈伯洋委员可能不只是幕僚要加强，他本人可能也要加强。好，他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简单的说，上班在这里住家，问题是要住哪里呀？没地方住，对，没地方住啊，没地方住啊。你如果作为一个市长候选人，没有整个把配套讲好，那恐怕就会落入很多的时候，像之前的老鼠，讲到现在的这个内湖的问题，当然吧，容易被议员骂，对不对？因为在场其实所有不分党派的议员，可能都还比你沈伯洋委员还更要清楚内湖跟南港到底这个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当然知道都市计划是根源，因为早期的这个发展，但是如果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那你很容易的就是这种巨舰式的处理方法。好，就是比如说叫大家都来这样，然后隔天再来否认说其实我没有这样。我觉得其实是不必，这个天马行空啦。好，我要重申，就是说，请问沈委员，如果你认认真真的把它当一场选举打，而不是只有声量好，那你应该要静下心来去想说，我现在盘点现在从郝市府、柯市府到蒋市府任内，我们所有的社宅跟所有捷运现在一棒接一棒，现在进度到哪里了？然后人口有没有因为这几年到底是从15万往上还是往下？那你整个配套，你会证明你比蒋万安优秀的地方在哪里啊？你们就丢，那不你就一直丢，然后你就一路被骂当然声量可能有啦，但对于你可能会被内湖跟南港的市民嗤之以鼻我那边给我都来都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是我原来第一次当议员是内湖、南港、松山选出来的，所以内湖、南港、松山是我的选区。在我选议员的时候，大概1980年的时候，内湖人口是7万9，是啊，南港是8万6，到了2020，内湖变成28万，南港变11万，将近12万，内湖现在将近30万的人口，从原来的7万9变成就8万，变成30万。那还是登记的没有登记的，我们这边租的。进出你道路规划没有变4倍，4倍耶，对，4倍，但是你的道路规划没有变4倍，这个才是问题。沈委员要了解呀。所以我觉得今天沈伯洋其实对台北的认识很不足啦。
就是说，当幕僚给你这些谈餐、给你这些资料的时候，你要有对台北的认识，才知道说你这个资料到底能不能用，而且是不是正确。所以我们讲说内湖的事情，他刚才讲什么婚育宅啦，其实事实上台北市也都在做，有婚育宅。然后我们刚才讲，其实内湖这边旁边园区那边的能够盖的社宅，这1-2年以内，大家也都开放，而且也都几乎都住满了。所以你现在有所谓的地，不管是中央的地也好，或者是地方的地也好，基本上社宅也都盖得差不多。那我就不懂他所谓的什么科技宅是什么意思，我就不太懂。科技宅什么意思？那再来，你说上下班错开，其实现在很多的在内湖的公司上下班时间已经错开了，比如说提早1个小时，或者是晚1个小时，都已经错开。所以重点是我们的交通设施的改善啊，比如说捷运的工程能不能加速啊？那因为道路目前路幅大概已经没办法再更宽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沈伯洋在很多事情的想法上面，我觉得没有真的很思考他对台北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我这点有看着都市计划的重要哈。内湖现在是中运量捷运嘛，对，就是当时就应该盖地下铁，对，重运量就应该这样子哈，就应该这样子。来，小董，对啊，因为沈伯洋是民进党就一个一个挑出来这个王世坚不要，郑丽君不要，卓荣泰不要，徐国勇不要，然后最后终于有人愿意到这只猫身上挂铃铛，他就去了。他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他对于市政完全不了解，而且没有准备啊。过去历任要选台北市长的人，很多人他会跟我们记者请教，我就常被请教的角色。比如说马英九要挑战陈水扁，他会找我，那我说